听说范老爷请了吉瑞班来做手，气派得很。请尽快把这封信送往栖霞。好嘞，首请放心，一定很快帮您送到。 城外这么多花田，不知都是谁在照顾？时辰差不多，该往岑府送菜去了。天要凉了，得给夫君做几身秋衣才是。哎呀，夫人什么都不想吃。哎呀，夫人什么都不想吃。时辰差不多，该往岑府送菜去了。 端木前辈也不知云游去了哪里。叶子哥，我们去宋伯伯家里看小花吧。叶子和花花都不跟我玩。白灵从小训练，才会人一亲近就登台摆头。 当年那姓贺的小贼偷袭我儿上北洛哥哥最喜欢哪种花呢？
省，1994年送回来的。最近城外不太平，听说野兽生人。懂不懂啊？那不是野兽，是妖兽。天灵野色平如掌，也有江南词。臭丫头，怎么偷偷跟着我？钟秀班这阵势，真是一场比一场强。是啊，这戏台布置也下了重本的。岑家是1等1的书香门第，听说早几代还有人在京里做了了不得的大官。他们家迁到鄢陵，也就是近10年的事吧。岑家小姐加入的那什么学会，哦，对了，是博物学会，也挺厉害的样子。哎，不到看戏时，不知朕名多。哎呦，围了这么些人还不开场，这班子真恣意。满屏不响半屏晃，谁这唱的怎么样？西洋来的花水锦帕琉璃盏，都来瞧瞧了。味味香香的，拿给我瞧瞧。你这店里的伙计可真难叫，这小子整天上房揭瓦，简直比当年的贺家小子还皮。总是说那个贺什么的，我又没见过，怎么比啊？早晨刚摘的鲜笋找我有事儿？3文钱1斤。这里也没有卖辣椒。东君这孩子又跑哪儿去了？娘子今天想要什么花，为夫帮你买来。
陈家老爷子为人随性，经常在凉亭那儿跟人下棋玩。到处都是花草，我这鼻子，哎，别提了，昨天我一张嘴飞进来一只疯子。不知你为什么？这严秀人王还没到，本就是借尸起家。 咱们的染鸡可是博物学会许先生造的。人才这孩子总喜欢去。 从前长恨在这仇家下。听说这博物学会中人个个都是很有才学的。别听有几个婆子嘴碎，陈家人挺好的，特别是他们家小姐，到处跑又怎么了？难道在家待着，整日东家长西家短的就是好？依我看，她今后铁定要做一番大事出来的。 山药，绝地黄牛蟹，上好的药材喽！新鲜芦笋3文钱1斤。10文钱3斤，卖不卖？行了，当然卖。清秋新晨中记鲜的糙米，10文钱1斗。我家闺女这几年连着生了几场大病，我就想着给她裁一件水田衣祈福。这衣料是我挨家挨户讨来了，最近摊上生意太忙，实在抽不出空来。这位少侠可愿意替我将这包碎布交给城东的燕彩绸姑娘，请她裁制一件水田衣？我女儿的许多衣衫都是托她做的，她知道尺寸。
有事吗？新鲜又个大的茄子，萝卜白菜卷心菜喽！茄子，你这白菜新鲜吗？嘿嘿，今早刚拆。侠义榜倒是能给官府省些事儿。哎，小宋啊，抽空一起去城外赏花呗。先生相邀，岂敢不从？吉瑞奔的武声，身上真俊俏。这地方看着花市繁华，居然还有乞丐。烟秀染坊的张少爷真是青年才俊，谈吐不凡。时辰差不多，该往曾府送菜去了。有事吗？有事吗？多谢少侠。国家的货物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快呀！路上耽搁1、2天也是常事。有什么好逛的？找个地方吃饭才是正经事。卖花喽！城外这么多花田。阿爹身体不好，买条鱼给他。有事吗？
想玩泥巴种花，也没想到。这镇上那么多花，听说这中秀班的排场可西洋来的花水锦派，你这店里的伙计可真难叫。找我有事儿？快沏壶茶来。谢谢了。绿绿香香的，拿给我瞧瞧。东君这孩子，又跑哪儿去了？是杜大娘托你来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帮忙。今年新的染纹样式已经出来了。没想到岑家小姐也很会。新鲜的糙米，10文钱1斗。管伯伯家的岑家那个岑青言啊，妈妈当初中了举人，别放着好好的前程不要，还退了亲，后来就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了。说什么呢？怪吓人的，莫不是去了外地？你信我的，这事可没那么简单。岑青言那是有学问又长得俊俏，想当初多少姑娘偷偷喜欢他呀。大户人家也是怪里怪气，毛病多。岑青言那是有学问又长得俊俏，想当初多少姑娘偷偷喜欢他呀。大户人家也是怪里怪气，毛病多。中秀班这阵势真是一场比一场强。这戏台布置也下得重本。哎呀呀，这也被你猜到了，那我再换个。行也是行，立也是行，坐也是行，卧也是行。我知道，是鱼。聪明，给你个果子。咱们再来猜个字谜。何可废也，以阳易之，是什么呀？是羊。聪明，也给你个果子。谢谢岑爷爷。再来一个。上无半片之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腰间挂着一个葫芦，倒有些阴阳之气。是卜字。不错不错，等下也给你个果子。请问您就是岑府的老爷子吗？我并非来猜谜的，只是有些问题想请教您。不是来玩的，那你走开，我没空同生人闲聊。
那，老爷子要怎样才能有空？想搭话，先来玩上几盘，哄得老人家开心了，再看要不要理你。行。哦，你也会玩这个？以前住的地方有些人喜欢，我在一旁看过。哈哈，可没想象中那么简单。来，玩两局。来，玩两局。
来，玩两局。好，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能耐下性子陪陪老人家喽。以前还有青岩和小英子。唉，你说有事想问我，既然你赢了3局，那就回答你3个问题吧。请问，您见过这个吗？见过，差不多的一块，如今由我的长子收着。这么说，你祖上也是岑家的故交了？不知岑家可还有人研习阵法之术？哎，哪还有谁会学呀？哦不，我的乖孙女儿倒是翻了些残卷出来看，但她看懂了几分，我是真不知道。那请问，您的孙女眼下在何处？你找她做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
谁敢对小英子有歪念头？您别误会，只是故人有急，想请懂得轩辕皇帝阵法之术的人帮个忙。仔细瞧瞧，小伙子面相倒还可以，身姿也是挺拔。要是把你配给小英子，总好过让他成天跟那些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混在一块儿。谢谢您的抬爱，我和他恐怕不配。为啥？在下已是300岁有余。哈哈哈哈！一本正经胡说八道，还是我看起来傻？长成这样300多岁，难不成吃了仙丹，还是修了什么大道？来，和我说说，这漫天神佛，你修的是哪个路子？只修我自己。这又怎么说？仙人有云，佛是虚名，道亦妄立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对我老人家的胃口。不妨告诉你，小英子她呀，接到那什么博物学会的传书就离家了，说是要去湖水那边。湖水是燕陵南面的一条河，你要有本事，自己找过去吧。多谢。不谢，这是你自个儿赢来的。最近可是不太平，夜里就瞧见许多流星直往下坠。青岩以前给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写着天星进摇，阴阳气乱，这些我是不信的，也不懂。臭丫头，怎么偷偷跟着我？
天变的呀！要不是仰仗许先生，青丘晨钟记，新卷到管伯伯家的母。客人买花吗？哟，这仙子一样的姑娘，来，这朵花送给你。谢谢。您再瞧瞧，可有什么其他想买的？你喜欢花？每种都拿2朵。那给您算个整，100文好了。您看，是不是可以先把钱给了？你没有？在人间买东西，不是你付钱吗？木头、石头，这是草根。雨林给我带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是金的？是金的吧？给我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银器呀？可别糊弄我。得想办法挣点钱。新鲜现做的手工糕饼，兵爬叠铲菜。小铁锅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新到的开封变绣团纱。阿爹身体不好，买条有事吗？多谢上下。时辰差不多，该往曾府送菜去了。当年的姓贺的小贼。
湖水离此地不远不近，我的速度虽快，却不能带着你。辟邪王族本应拥有穿过空间的能力，但你妖力微弱，这个略过。而且长途的空间穿越，最好设法明确大致的方位，譬如岑家和辟邪交换信物那样。如今却没有这个条件。主人，别烦恼，我可以带你们去。你？对，我可以变大，然后飞起来，主人坐在我的背上。如此最好。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同意。那么有其他更好的办法？主人，是要走了吗？主人，是要……好，看我的！喂，有没受伤啊？我说你也太不可靠了吧！不是的，主人，我看到下面有人影，想飞近点儿，结果一靠近就觉得头晕。这地方好奇怪啊！去看看。你留在这里休息。没事，我精帅，哪儿那么容易受伤？我要一起去。这些石头的排布似乎颇有讲究。切！
前面有人声。黔南昆北，离东砍西，这里不见了，这娘们又来这招。我可不跳，谁知道跳下去会咋的？继续摇，他跑不远。谁？路过的，想问个事。路过，鬼鬼祟祟，一看就不是好鸟。把家伙放下，跟咱们去见老大。老大？什么路子？江北古考会，这地界如今归咱们办大事。没听过，和博物学会有关系吗？好啊，我说怎么还有其他人跑这儿来了？搞半天是博物学会的帮手，抓不到那娘们儿，先把你给抓了。你下手太重，这都昏了，还怎么问？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要保我。二哥说，不得了的宝贝，找。为什么要抓博物学会的人？刚才那姑娘是谁？曾毅，他想救咱们抓到的那小子。博物学会可以帮鉴别古物。之前的叫声是怎么回事？这林子不太对劲儿，有人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血没了，全身的血，不知道什么。先找到岑老爷子的孙女，这地方看起来不太平。主人，这里是不是会有吸血的怪物啊？好可怕！你没有学过天路城的剑术？是啊，没学。怎么了？这些招式不像是对战杀敌用的。说的你好像很懂似的。剑术，我的确不太懂。只是我曾经见过天底下用剑最厉害的人。古往今来，学剑用剑的人多了去了，谁又敢说是最？他不一样。
下方似乎有些动静。我看你这下还往哪儿跑？不是想救你那师兄吗？哼，乖乖跟咱们回去，你俩就到一处了。退后！你谁？来找死的？我便是不退又怎的？不如你试试看。你们是谁？来找你的。陈老爷会说你在这儿。爷爷。药，你之前受过内伤吧？谢谢。爷爷怎么知道我有危险？我出门的时候也没和他说是来做什么的。他不知道，只是我们想找精通轩辕皇帝阵法之术的人帮个忙，他才告诉我们你在这附近。啊？找我帮忙？可我懂得也不多呀。要不先从这里出去，找个安全的地方再说。好。只是我要去救师兄，他被古考会的人抓走了。你们这样厉害，能帮帮我吗？你也是过来找宝贝的？怎么所有人都知道了？这的确出了个了不得的东西，是一把形制很古老的玉书，被我们博物学会的一位老前辈捡到。但后来古考会的人把他抢走了，还打伤了葛先生。葛先生的随从就先送他去西面的阳平找大夫，我和师兄留下，想从古考会手中追回玉书。这古考会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他们啊，打着研究古物的名头，说白了就是一伙盗墓贼，经常从墓里弄些金石玉器倒卖，才不管是不是会破坏遗迹。自从见了那玉书，他们就说这附近一定有座大墓，自己又分不清东西是什么年代的，想抓我们一起下墓。我学过些防身的功夫，加上点阵法之术用来周旋，好不容易逃脱，师兄却落到了他们手里。走吧，一起去救人。多谢。不过我们可得小心，这林子里有个大阵，进得来却难出去。这个阵好像是很久以前布下的，但基本的防护作用还在。闯进来的人要是不懂一点阵法之术，或是运气欠佳，说不定就得一辈子困死在里面了。这种阵一定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失去效力吗？也不一定，但如果这个阵本身是利用周围的环境，用草木山石来布置，有一天沧海变成了桑田，肯定就不灵了。原来如此。你先前我看见你是一瞬间忽然出现的，那是不是什么法术呀？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们博物学会虽然只是个民间学术组织，里面的典籍却也称得上浩如烟海，记载了许多常人不能理解的东西，所以我不会那么大惊小怪的。是吗？嗯，谁在说话？啊，还不是大惊小怪。主人，这个人实在太奇怪了。这是你养的吗？不是，抓紧时间，还有什么我们就边走边说吧。嗯。林子里的阵是按先天八卦的方位来布置的。正常来说，乾坤、巽震、兑艮、坎离之间可以相互传送，还有许多石头组成了大阵里很关键的一部分。可它们大多都损毁了，所以有些布置就变得没用了，也有些布置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。主人，那个怪人一直盯着我看。你是不是黄金飞天鼠呀？
我在学会的典籍里看到过，好像就叫这个名字。哼，不要以为说对了我就会理你。这块石头看起来有点特别，和周围的不太一样。会不会是原本大阵的一部分？我先收起来，万一等会儿有用呢？这附近真的有古墓？不好说，就算有，也不一定是墓，或许是别的遗迹。其实葛先生讲过，那把玉书的形制，连他也拿不。是什么时候的？毕竟他最擅长的不是这个。梳子能够保存的比较好，大概也是因为这里有座大阵的缘故。阵内灵气不容易散逸，也难怪此地的兽人多少有些异常。
前捡到的石头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吧？我来把它放上去看看。现在从这个坎位应该就能传送去离位了。把树弄倒，就能到对面。你们说的玉书是在何处被发现的？就在路边的草丛里，像是被什么人随手扔下的一样。葛先生说，在找到玉书之前，他和随从走的是官道。后来河面上飘来一朵他从没见过的莲花，他这个人好奇心特别重，索性就不走了，还让随从送信到燕岭给我和师兄，喊我们一起来研究。我和师兄原本想把他劝走，毕竟葛先生年纪大把，不能一直风餐露宿啊。可是等我们赶到时，他已经被人打伤了，玉书也被抢走了。幸好他们当时待的地方还在大阵外面，不然可就更乱了。
这个阵有点奇怪。怎么说？布置的手法，很像我在家传卷轴里看到过的那种。总之，有种熟悉的感觉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等等。 装扮和古考会的人不一样，瞧着倒像是寻常农夫。我听说盗墓贼有时候也会抓些身强体壮的农人一起下墓，若是遇上机关，就让他们先去试。要真这样，也太狠毒了。可是，怎么会死在这儿呢？师兄他会不会也……别慌，既然古考会的人想利用你师兄的血史，应该暂时不会动他。 这两人都是往前跑时被一刀穿胸，杀人者的手法极其利落，力量很大，堪称用刀的好手。难道是贺冲？谁？古考会的2把手，会长怀庆的义弟。据说这个人刀法出众，性子残忍，喜怒无常，会里真正的实权被他把持着。不过也只是传闻罢了，做不得准。对了。 其实2年前我见过古考会的人，那个时候他们用的武器五花八门，不像现在通通配刀。肯定是练习了某种刀法，并且威力不弱。不止如此，他们用来锻炼体魄的方法，应当也被特别指点过，隐约有妖族的痕迹。你们看，那边的泥土好像不太一样，下面会不会埋了什么东西？我来。 主人，我帮你。这就是被吸干血的人。吸血？古考会的人说有什么东西袭击过他们，这装扮也对得上。不过尸体短时间内能变成这样，可不只是被吸干了血。为什么他是埋在土里的，另外2人？ 却直接倒在草丛中。这2名农人的鞋底、指尖、衣摆上都沾了泥土，也许这具干尸就是他们掩埋的，但随后，他们又很快被杀死了。至于为什么曝尸荒野，或许是因为杀人者来去匆匆，也或许是觉得根本没有掩埋的必要。继续走，人也好，墓也好，大概就在附近了。 我们把这2人简单埋一下吧，要是尸体再被野兽啃咬，你说这回倒不倒霉？这鬼地方连个墓的影子都没，出去的路也找不着了，邪门儿！嘘，想死你就再大声点。二哥正烦着呢，一个不痛快直接宰人。那俩农夫趁着咱让他们去埋孔麻子的尸体，竟然敢逃，这还得了？二哥一人一刀捅过去，全死得透透的。哈，我小声点，小声点。要我说你也别急。 这几年，咱们什么阵仗没摊上过？本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。所谓富贵险中求，没点危险，轮得上你我发财？唉，总觉得这回不一般，神神鬼鬼的事情咱也听过不少，
你看孔麻子得了那玉书，结果就他一人弄成那副惨样，东西还不见了。你说，会不会是那玩意儿的主人找他算账来着？师兄在那边，那就是他们的老大怀清。贺冲好像不在，他们想抓我，我去引开。不用，无非是投鼠忌器。什么人？这女的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贺冲，你爷爷我正是。刀用的不错。既然知道，还不赶紧跪地求饶？我不过是想说，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？找死！二弟，半妖，大阵要变了，刚才的打斗把周围破坏得太厉害。二弟，二弟！师兄抓牢我的手，主人！火把还能点起来？怎么你们都没事儿？就我醒来时泡在水里，差点没被呛死啊！大哥、二哥，咱们这是……慌个屁！岑英那死丫头不神神叨叨的说有什么阵吗？八成是中招。阵？啥阵？那现在咋办？你脑子被狗啃了？当然先搞清楚这是哪儿。是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谁敢这个时候拖后腿，休怪老子砍了他！走。二弟，你先前是不是受了伤？少他妈啰嗦，快点跟上！好，我不说了。师兄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先前明明陷进了泥沼，可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，
大概是某种障眼法，那些并不是真的泥土。这般昏暗，当真令人有危机四伏之感。圣珠还在吗？你说这个？他会自己跟着，行动时便利些。好厉害！我以为师姐送我的西洋灯已经很方便了呢，没想到还能这样。师妹，你的朋友？我们也才刚认识没多久，他们都很有本事。要是只凭我一个人，根本没法子救你。谢过几位的恩德，日后必要报答。本是博物学会同国考会之间的事，却将你们牵扯进来，实在惭愧。没什么牵扯不牵扯的，现在都是一条船上的了。先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出路。师妹，国考会的人会不会也到了这里？大阵变化之后，谁也说不准。不过，我觉得挺有可能。